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丰收 Cindy， 这是我们餐厅大概开业有4年多5年了。Cindy 什么时候来美国的？哇，来美国好久了，20几年了。当初就是因为我父母都在美国，然后全家人都在美国，就我一个人在中国，所以没得选择就来美国了。其实我来美国，我们家里人不开相关的。然后我来美国以后，第一份工作应该也是跟着朋友去他餐厅学习。哇，那第一天降下来脚好酸，10几个小时，在中国从来没做过这么苦的工。后来在朋友的餐厅里面，大概也做了2年多以后，就想自己也出来开个餐厅的，因为对各方面也比较了解了。然后在那边也有一边上班一边读书。然后就为了因为可以跟客人沟通，所以我要去语言学校读了几个月。其实我外卖店开了挺久了，有点想换一种店，因为像这种堂食店什么店我都没开过嘛。那刚好我跟我的 partner 去了纽约几次嘛，看了这个当时这个品牌不错，然后去里面去试他们的餐跟那个，觉得这个味道应该在亚特兰大会火的，所以我们跟我的 partner 就商量一下，我们要不去亚特兰大去开一家。那我帮的就是应该可以的，亚特兰大华人现在很多，但是为了这个品牌，我们也是下了血本，什么成本都很高，包括从装修也都是从中国运出来的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亲手一砖一瓦拼上去的。那你觉得开堂食店来讲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就是要程序化，一步一步过来。然后人手要安排机，那时候很早以前，那时候他有的时候他们只用那种笔写纸记，对，后来慢慢才用了电脑。相对来说是电脑更快更好用。你直写你还要写，还有那样，厨师里面看不懂的还要进去解释，因为你这样电脑直接就可以直接插到厨师那边去，他看得清楚中英文嘛。像我们当初大丰收刚开了业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属于连锁嘛，连锁他们总店有一个管理，要用他们的 POS 机跟他们刷卡机，然后用了一段时间，我跟总公司说，我说你们的 POS 机跟刷卡机还不如我个当地这个 GPS 好用，而且我之前外卖的也跟他们合作了10几年，我说你们想要看后台什么设备，他们都可以提供的，是非常透明化的。然后他们被我这么说，他说那好嘛，既然你知道你跟这家合作这么好，那你就跟 GPS 合作。所以说从前年起我们就跟你们合作。什么这么强大的理由让你一定要换到我们公司呢？第一点就是你们的利率承诺从来没有改变过，这是比较诚信诚实，做生意很重要的。就是你们承诺给我的多少%的利润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像别家 POS 机，虽然说他们承诺开头是很低的，可是到后来几个月，你如果稍微不看账单，他们会偷偷的加进去，慢慢讲上去。然后还有一点，你们的 service 很好，不管我什么时候打微信群里打，他们都会回过来给我的。像有别家的公司，我超过10点，因为有时候我们餐馆有毛病，也在10点11点，他们就不接电话了。像你们的这种，我不管什么时候打，他会接 ，service 也是很好的。然后就是报表也看得非常清楚，今天酒水，今天什么菜什么菜，那我们一看一下就知道，什么菜我们不受欢迎，要不要改进一下？所以这几点做得很好。然后 iPad 点将也非常好用，像这种 iPad 点将现在。第一点，他们不要用笔跟纸记来记去，要经常记错了，因为 iPad 一点餐一伸进去，餐都在那边了。然后第二点，他们之前没有用 iPad 点餐的时候，每点一单都要跑到电脑那边去按，这来回时间就省了很多了。现在年轻人啊，大家想去开餐厅，也想做堂食店，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？多花点时间去准备、去了解的品牌，不要急着一时去开店。餐厅开完以后，其实是很长的时间。每天都有，所以你在之前你要花时间去学习、去了解这个品牌，把自己的品牌做好，然后还要不要只看到眼前的，你要怎么先把顾客吸引来，把你的品牌打响。首先就是社交媒体现在很重要，不管做什么，社交媒体是第一个，所以才让更多人知道。其实谷歌上面的评分也是很重要，因为现在呢。大部分人一出去先搜一下谷歌这个餐厅怎么样，尾流怎么样，有没有好的评分、差的评分，都直接影响到餐厅。所以我们当初也给你合作过那些网站的管理了。感觉
如何？感觉不错，很好。你有没有一些对于美国中餐行业的一个发展前景的一个想法？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觉得美国中餐是有更多发展的机会，但是怎么说，要统一一下大家应该要怎么样去推广我们的中餐。其实我们的中餐是很好吃的，从做工到上台，我们要花很多功夫了。可是我们的中国人就认为，在当初现在应该不是，在当初认为价钱低我就可以吸引，其实这个是错误了。你价钱越低，把你的成本拉得越低，反而吸引不到客户。所以就当初我刚开门的时候，大家说价钱很贵，接受不了，很多骂声，我知道。但是我就坚信我自己的这个点，我只要做好做精，都会有客人过来吃的。那我看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一些外国人，他们也会来餐厅，你觉得他们为什么来？现在慢慢的，我们因为有推广嘛，因为我们在谷歌上面，还有 Yelp 上面，还有 Instagram 上面都有推广我们的产品。然后他哪怕自己吃了以后，他会 post 在上面，那客人看到，所以慢慢有很多人过来。我们每一个月都有做一个活动，我会通过这个 Google 或者那个GPS 那边有那种短信发给客人，那客人就可以看得到。然后或者也是微信广告，因为客人进来以后，他会有他的电话号码，什么外卖他都有保存的电话号码在里面。那你怎么看待有一些，比如说有很多餐厅嘛，他们在外卖平台上把自己的餐的价格给拉高，然后因为他们也要去支付这个外卖平台的费用嘛，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呢？你们会这样做吗？其实外卖平台，因为现在的外卖平台很多的差距的太多了，我也有听我同行说过，下去了20、30，因为现在餐馆的利润不多，所以他们就说没办法，只能把价钱价高，才能有这种利润回报。我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你们是免费的，很好的服务，没有差取我们的月费。有时候你差取的商家过高的时候，商家会把这个价钱压到客人身上去。所以这一点你们是很好，没有差取费用，所以我在你们的平台也没有加价。还有什么要和我们这些观众朋友有什么要和他们说的吗？就是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意外的在那个疫情之间，大家还是很支持我，在这里我也感谢你们所有的。